退潮后，在小溪的下流处，利用地笼来拦截河流，来达到捕鱼的效果。将地笼入口张开，插入岸边两旁的泥土里，从而达到拦河捕鱼的效果。随波逐流的小鱼小虾都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地笼内。固定好地笼后，库里拉便来到了上游处，为了拦截河水，利用岸边的泥土将其堵住。库里拉的妻子看到这种状况，也快速地过来帮忙，目的是将河水堵住，用泥土拦河筑坝后，准备好的树叶便可以派上用场。利用树叶将剩余的水向着下游的地笼推去，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耗体力。推拿的过程中，有时候也会看到跳跳鱼。推出几十米后就要停下来休息，这里的跳跳鱼也是非常多，有时候也会有漏网之鱼。一旦发现有较大的跳跳鱼逃走，都会现场把它抓了。上游处的用泥土做好的河坝很快就会被水冲垮，聪明的库里拉立马用泥土再做一个临时的河坝。虽然做好的堤坝不高，也可以暂时抵抗河水的冲刷。整理过后，继续推着树叶向着下游处前行。拥有一对灵活鱼鳍的跳跳鱼抓起来也是非常困难，跳跳鱼的钻洞能力也是非常强的。又收获了一条漏网的跳跳鱼。为了赶到河水来临之前，将剩余的水推到地笼里，库里拉也是非常拼命。但这种耗体力的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妻子在后面为他加油鼓励，也为他指明漏网的跳跳鱼。跳跳鱼体型虽然不大，但它的味道也是极其鲜美的。拥有一对灵活鱼鳍的跳跳鱼跑起来比兔子还快，但也逃不出库里拉的五指山。推着树枝向着下方奔跑的过程中，还要查看后方的水流是否赶上。经过库里拉不懈的努力，最终还有10米不到的距离就能完工。不断追赶上来的河水让库里拉不敢怠慢，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河流刚好到达。为了能将河里的鱼一网打尽，不断的将剩余的水一同推入地笼入口处，防止鱼儿从入口处逃脱，直接将入口封住。这种拦河捕鱼不仅非常耗体力，而且还要赶到河流到达之前完工。休息片刻后，就可以整理地笼的渔获，将所有的鱼挪到地笼的底部，就可以解开地笼的出口。除了一些小鱼小虾外，还有很多树枝树叶，里面的跳跳鱼才是它们捕捉的对象。有些跳跳鱼像拇指大小，这种方法捕捉跳跳鱼也是非常的方便有效，较小的都会进行放生。经过清理，收获了不少的跳跳鱼，还有一些小杂鱼。为了能收获更多的渔获，还将地笼安置到最下流处，岸边上的跳跳鱼像蚂蚁一样向着上游走去。库里拉刚追上去，就立马跑进水中。拥有一双比脚还要灵活的鱼鳍，抓起来也是非常困难。这次库里拉选择了在上游赶鸭子下架的方法，将跳跳鱼赶入下游地笼处。所有在岸上的跳跳鱼连忙吓得跑进水里。这样的方法比起之前的更实在方便。赶到地笼入口处，立马将入口堵住，解开出口，直接将里面所有东西倒入桶内。经过清洗后，收获到了大大小小几十条跳跳鱼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